此前，美方宣布不派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而中国外交部周一证实，美国政府向中方提出签证申请，拟派主要来自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来华为美国运动员提供安全和医疗支持。但追随美方行动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接受加媒采访竟狂言，西方应组联合阵线，以团结应对中国。在中加关系出现缓和态势大背景下，加方为何再度放话挑事？中加关系困局到底困在哪儿？来看看报道。据加拿大《环球邮报》上周六报道，总理特鲁多当天接受了加拿大环球电视台采访。在采访中，特鲁多宣称，中国一直在玩弄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搞所谓经济胁迫，而西方国家应建立联合阵线应对中国挑战。特鲁多表示，加方将继续在人权等问题上挑战中国，在贸易等领域与中国开展竞争，同时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合作。On trying to do well, especially given the extraordinary economic opportunity of the rising Chinese middle class. So, how do we access that? Well, we've been competing, and China has been, from time to time, very cleverly playing us off each other in a open market competitive way.We need to do a better job of working together and standing strong so that China can't, play the angles and divide us one against the other.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一例行记者会上回应道，加拿大领导人有关言论与事实不符，充满了对中国的误解和误判。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合作共赢，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立坚指出，中国外交光明磊落，从来不搞什么挑拨胁迫。事实上，中国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胁迫外交的受害者。美国炮制孟晚舟事件，企图遏制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打着所谓人权民主的幌子，在涉港、涉疆等问题上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将他们所谓的规则强加于中方，这才是赤裸裸的胁迫外交。赵立坚还强调，当前中加关系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到底是中国为伙伴还是对手，这是加方必须想清楚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影响中加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加方应摒弃对华错误认知，树立客观理性的中国观，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加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特鲁多的这一言论显然与加方有识之士此前表态不符。即将离任的加驻华大使鲍达民12月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加关系发展对于加拿大的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拿大应对发展对华关系予以充分重视，更多了解中国。事实上，今年9月，在家失去自由逾1000天的华为公司 CFO 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回到祖国，当时就有专家预测，中加关系将面临缓和的机遇。加州贸易理事会11月发布了中国对加拿大的经济影响、贸易、投资与移民和2020-2021加中商业调查2份报告。报告认为，加拿大经济发展与中国息息相关，加中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强劲纽带和发展契机，两国未来密不可分。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加中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19.9%， 对华出口同比增长 23.2%， 进口同比增长 18.7%。然而，就在中加关系好不容易出现一些缓和态势的背景下，特鲁多总理却突然选择在年末放话挑事，让外界大为不解。有分析指出，或许背后更多的还是美国因素，只不过是加方再次向美国表忠心。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涉华言论是今天下午外交部记者会上的第一个问题，发言人赵立坚用了大篇幅来回应，不仅驳斥特鲁多的有关言论与事实不符，中国外交光明磊落，而且赵立坚还主动点出加拿大背后的美国炮制孟晚舟事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才是赤裸裸的胁迫外交。特鲁多他只是指出了这样一个西方存在这样分化或者说是利益不同的这样一种现象，但是他不应该把这样一个
黑锅扣到其他国家头上，因为真正引发这个世界分裂的，引发西方盟友内部这种出现隔阂和局域的，正是美国自身。特鲁多发表此番言论之际，中加关系正处于紧张时期。本月早些时候，加拿大以人权问题为由，加入追随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友的行列，宣布不派外交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在香港新一届立法会选举成功落幕后，加拿大作为成员国，追随美国发表五眼联盟外长声明，对香港民主选举横加指责，表达所谓关切。而3年前，加拿大应美方要求拘捕在温哥华转机的孟晚舟，更是赤裸裸的胁迫行径。加拿大为美国马首是瞻，但分分钟都会被出卖。此前，特鲁多曾被特朗普发推大骂，而在所谓抵制闹剧上，加方也可能再遭美方操弄。有美媒报道称，美国政府近期向中国提交了一份为期3个月的签证申请，名单有18人，包括15名美国国务院官员，1名五角大楼官员。他们计划参加北京冬奥会，提供所谓安全支援行动。在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证实，中方确实已经收到美方有关人员的签证申请，将根据国际惯例、有关规定和对等原则进行处理。此前，美方出于政治操弄的目的，在没有受到邀请情况下，自导自演了所谓不派外交或官方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闹剧。我们再次敦促美方践行奥林匹克精神，停止把体育运动政治化，停止任何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言行。其实，拜登政府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做法，虽然得到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支持，但不少美国的盟友并不买账。法国国民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日前宣布，法国不会追随美国。负责体育事务的部长级代表罗克萨纳·莫勒齐内亚努等官员将出席北京冬奥会。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韩方未考虑不派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捷克驻华大使童福德日前透露，今年夏天回国休假期间，捷克总统泽曼在与他会面时就北京冬奥会特别做出了嘱咐。总统告诉我，如果他不能出席冬奥会，请我尽作为一名大使的职责，全力支持北京冬奥会。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图恩·亨利克·图恩表示，挪威计划将派遣外交官和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会。美媒称，盟友的表现让华盛顿挺失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塔尔称，我深感关切的是，我们的盟友似乎没有我们那么坚决地阻止中国。密歇根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玛丽·加拉格尔表示，美国合作伙伴之间缺乏团结。而今，即便是美国自己也决定派官员参与冬奥会。反观特鲁多的表现，被国际问题专家解读为很傻很天真。那么特鲁多他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呢，实际上对于中加关系未来的这种发展呢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如果呢加拿大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看得更清楚，而是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反华的战车上面的话，那么实际上对加拿大本国的这个利益呢也会造成更大的这个伤害。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接受本国电视台采访时，妄言西方应共同统一战线对付中方，他又抹黑指责中方搞所谓经济胁迫，对此您是如何看？成功连任之后的特鲁多说起话来似乎变得百无禁忌。环球新闻这场1对1专访的时间呢，恰好是加拿大美国民众围坐在家中团圆的日子，这个专访的传播力是不小的。但特鲁多这番讲话似乎又是违反经济学常识的，甚至带有浓厚的反全球化倾向。加拿大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是他第2大贸易伙伴国，当然从中国的经济崛起中获得了不菲的利益。然而，这个国家的总理却在大谈所谓在开放市场中相互竞争的弊端，这多少有点吃饭砸锅的意思了。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之下，中国消费者买加拿大牛肉还是澳大利亚牛肉，难道不应该由产品的质量、价格等商品因素本身来说话吗？在国际自由贸易的框架内，加上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民主政体的限定，是不是有点太冷战思维了？
还是说加拿大要去跟昂格鲁萨克逊小兄弟澳大利亚去商量一下，你卖多少，我卖多少，共同来瓜分中国市场呢？这甚至让我想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殖民者那套以坚船利炮规范这个市场准入的暴力倾销模式了。时代变了，总理先生，中国的关税制度已经不由杨大人说了算。中国越发成熟的消费市场对商品的质量与价格早就形成了自己的口碑，广大中国消费者才是上帝，不再由列强决定该投喂什么。特鲁多这番所谓建立西方国家统一阵线的做法，充满了宁要西方意识形态的草，不要市场经济中国的苗的反制。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特鲁多这番言论是具有代表性与蛊惑性的。它普遍反映了西方许多国家一方面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另一方面又痛苦地感受到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发展，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越发活跃。这其实是一套强盗逻辑，本质上就是只许赚中国人的钱，却不让中国人说话的居高临下嘛。我们只能说，以特鲁多为代表的不少西方领导人依然将头埋在草堆里，他们只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却选择性无视了中国经济腾飞的背后必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逻辑作为支撑。我认为特鲁多胡诌几句没什么大不了的，时间会给他们好好上一课。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执政以来，中日两国领导人开展了积极互动。习近平主席同岸田首相达成重要共识，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周一下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应约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视频通话。魏凤和表示，在历史问题上，日方必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这才是正确态度和明智选择。岸信夫表示，加强日中防务交流与合作，对两国关系发展和维护地区稳定都有重要意义。周一下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北京应约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视频通话。魏凤和说，中日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双方应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提升战略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实现合作共赢。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将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双方应着眼两国关系大局，努力维护东海局势稳定。在历史问题上，日方必须正视历史，以史为鉴，这才是正确态度和明智选择。中日防务部门应加强高层交往和务实合作，进一步拓展海空联合机制内容，共同管控风险，防止矛盾升级，不断提升防务合作水平。魏凤和还就亚太地区形势、台湾、南海等问题阐明中方原则立场。岸信夫说，加强日中防务交流与合作，对两国关系发展和维护地区稳定都有重要意义。日方愿与中方克服疫情影响，加强战略沟通和危机管控，推进日中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建设等方面工作，共同努力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岸田首相执政以来，中日两国高层开展了积极互动。11月18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日本新任外相林芳正通电话，在历史、台湾等事关两国关系政治根基和双方基本信义的重大问题上，王毅提出3不要求，即确保不动摇、不倒退、不越线，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关系。就在中日展开互动同时，外界也注意到，日本防务近来一些新动向，给中日关系未来走向蒙上阴影。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计划2022年底前，在距离台湾岛不到300公里的冲绳县石垣岛部署500至600人的陆上自卫队导弹部队，并配备岸舰导弹和地空导弹。届时，日本在全长1200公里的西南诸岛中，将拥有4座部署了导弹的岛屿：冲绳县冲绳岛、石垣岛、宫古岛、鹿儿县奄美大岛。不仅如此，日本还计划在2023年底前，在与那国岛部署电子战部队，并在马格岛建造一个新的自卫队基地。日本内阁中鹰派和右翼人士并不掩饰此举意在配合美国远东战略。此外，在钓鱼岛方向，多名日本政府的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11月公布的旨在提高岛屿应对能力的海上保安厅、警察和自卫队联合训练，设想的情况是所谓他国占据钓鱼岛。
训练地点选在长崎县五岛市的无人岛金多罗岛，因为此处海岸线的形状和险峻的地形与钓鱼岛相似。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该演习出动了约400人，包括大阪府警察、冲绳县警察、第11地方海岸警卫队本部、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等。其中，自卫队的舰艇和直升机进行了部队运输训练，以便自卫队能在岛屿特有的崎岖地形上快速部署和移动。报道称，这是内阁官房首次发布海保、警察和自卫队举行联合训练的消息。该训练旨在防备难以辨别是否属于武力攻击的灰色事态，提高自卫队与海保等的协作。如果靠日本保安厅，他要是和中国的海警去斗或者去发生争执的话，他是打不过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中国海警的这些船只的吨位数量都是高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所以他要拉着比如说警察。或者是像他的这个海上自卫队，这属于军事力量属于是这样的，就是其他的部门或者其他的这些装备来参与进来，所以呢，它是进行相关的这种联合的这种演练。日本广岛大学学者伊藤隆太透露，在这次实兵演习之前，日本海上保安厅、自卫队、外务省、警察已经实施多次以所谓中国占领钓鱼岛为预设前提的兵棋推演。这些共同推演都是为因应中国海警船接近钓鱼岛甚至停靠岛屿时，海上保安厅必须开火防卫的状况。此外，自卫队的护卫舰负责钓鱼岛附近所谓警备工作的海上保安厅大型巡逻船，上周三也在东京都伊豆诸岛进行演习。演习中将伊豆诸岛中某特定岛屿设想为钓鱼岛。巡逻船要求驶向该岛的假想的中国军舰变更航线无果，海上警备行动命令被发出，海自的护卫舰阻止假想的中国军舰接近该岛。报道还称，海保和海自针对中国军舰举行联合演习的情况非常罕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日方的所作所为丝毫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中方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今年以来，日本政客还不断鼓吹驻美国所谓协防台湾。今年4月，美日首脑会谈后，两国在联合声明中写上了保证台湾海峡稳定的字眼。而近来，美日为制定作战计划，暗中推进磋商。上周四，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称，美日两国军事部门已制定了设想台湾出现突发事态的新美日联合作战计划，此计划或成为日本介入台海提供所谓依据。目前，该计划还只是初稿，美日两国计划要在2022年初召开的美日外交和国防首长2+2会谈中进行正式规划，并确认强化所谓美日同盟威慑力。该计划中称，如若两岸发生战事，美国军队在协防台湾的过程中，美海军陆战队将在鹿儿岛县至冲绳县的南西诸岛设置临时攻击军事据点，而日本自卫队届时将协助运送美军部署到这些岛屿。据悉，日本西南诸岛有200个岛屿，美军已经锁定了大约40个岛屿作为临时基地，包括钓鱼岛附近的奄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近期，日本在石垣岛修筑的导弹基地已经基本完工，该岛距离台湾仅约300公里。而日本设想，在发生战事时，石垣岛的反舰系统和防空系统可用来对付中国军舰。日美计划2022年正式在该岛部署部队，以应对所谓突发情况。一般来说，美军在日本不会新建基地，但在假设台湾出现突发情况时，就有了新建的理由。日本媒体认为，日本西南诸岛中许多住有居民。冲绳县知事称，非常担心台湾发生突发事态时，会致冲绳再度成为攻击目标，居民也会被卷入战斗。周一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吹风会，解读“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有关内容，并答记者问。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投票于12月19日晚上11点左右结束。次日，也就是12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白皮书，全面回顾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进一步阐明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发展的原则立场。在上午的吹风会上，3位长期研究香港问题的内地专家都强调，此时发表白皮书恰逢其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王振民在吹风会一开始就拿出了几份文件，摆事实、讲道理，明确指出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没有民主。
王振民表示，白皮书全景是展现了自1841年英军强占香港岛至今整整180年来香港政治发展的真实图画。白皮书把众多孤立的事件故事有机串联在一起，厘清其中的历史经纬和逻辑联系，有助公众理解是非曲直及事实全貌。我特别带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这个文本我反复的读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我发现这里头没有民主普选的字眼。那么我也看了这个回归前英国为香港制定的英皇制诰皇室确定，那么这里面呢也没有民主，跟民主没有任何关系。那民主在哪里呢？香港的民主是在中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才真正规定了香港回归后的民主制度，这就是事实的真相。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韩大元指出，在香港的民主发展和法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上，白皮书做了明确的定位。民主的发展要以法治为基础，要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韩大元还从白皮书的名字切入，对这样的关系进行了形象的解读。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中文里边用这个下，它就意味着一国两制和香港的民主发展，它不是一个并列的关系。一国两制是香港的民主发展的前提和根本的保证。香港的民主是一国前提下的民主。香港的政治体制具有一种地方的政治体制的属性，所以一国两制下，在香港进行的选举就是一个具有地方性的一个选举。所以这个白皮书的名称下，实际上是给我们澄清了很多一些根本性的前提性的一个问题。白皮书发布的时间被认为恰逢其时，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投票于12月19日晚上11点左右结束。次日，也就是12月20日上午10点，国新办发表了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香港新的选举制度经历了2次时间的检验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和立法会的选举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对香港新的选举制度做一个总结。这个第二呢，就是西方一些国家一些政客呢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看香港的一切，对香港的民主极尽攻击抹黑之能事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发表白皮书可以正本清源，还原真相。韩大元指出，白皮书在很多方面都强调了民主的包容性、多元性，特别是强调选举过程当中如何确保包容性。他提到，这次香港立法会选举选出的90名后任议员当中，有56名是新面孔，比重占整个立法会的62%。韩大元还以宪法学教授的身份与现场的记者探讨了他对选举法的研究。他特别提到，不应该将投票率的高低与选举民主正当性的高低直接挂钩。投票率的高低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受到客观上综合因素的影响。韩大元举例称，近年来，比如纽约、洛杉矶这些城市的地方选举投票率有时候只有20%左右，伦敦市议会投票率在3至4成之间。他认为，随着新选举制度的落地，未来会有更多仍在观望的选民理性行使投票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员支振峰表示，长期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内外勾结，肆意操弄，导致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很多人对香港民主产生与发展的认知模糊甚至颠倒。王振民指出，长期以来，在西方一些政客看来，全世界的民主只有他们那一种模式，容不得其他民主形式。在香港民主发展问题这么一个重大问题上，中央和港人最有发言权这个岂容这个外国政客智慧。支振峰认为，近年来反中乱港势力与境外敌对势力一直在试图破坏香港法治，造成严重的社会撕裂、对抗和冲突，损害了香港的营商环境。而在关键时刻，国家才是维护香港营商环境的最坚强后盾。随着国家出台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等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依托中央的坚强支持和大湾区广阔的
这种发展腹地。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社会由乱及治，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经济迅速反弹，并为外国投资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3位专家还特别强调了白皮书对香港青少年的教育意义。他们认为，白皮书将帮助香港青少年认清一国和两制之间的正确关系，也希望香港年轻人独立思考民主和人权问题，关心关注国家民主的发展。今天发布会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关于香港青少年会从白皮书中获得哪些新的认知。那这是唯一一个3位专家都进行了回应的问题。那在时间已经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几位专家纷纷来补充发言，可见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那施正峰在回应的时候表示，白皮书是一味解药，作用是正本清源。白皮书也应该作为香港青少年的教科书，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那我们注意到，这次白皮书也是分中文和英文2种语言来发布，但比较特别的是，这次呢专门印发了这个繁体中文的版本。那我们也能看到这背后的用意。由于乌克兰局势所引发的俄罗斯同美国以及北约的紧张态势还在继续。周日，普京表示，如果美国和北约方面拒绝提供安全保障并持续东扩，俄罗斯将有多种方式回应。不过，普京同时强调，俄罗斯将在下阶段同北约方面的安全保障谈判中寻求积极成果。有消息称，美俄将在下月直接对话。此外，俄乌边境紧张局势似乎有了松动迹象。在乌克兰边境参加了1个月的演习之后，有1万多名俄罗斯士兵已经回到他们的永久基地。普京周日在俄罗斯电视台一档节目中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已越过俄方画下的红线。他重申，这条红线就是乌克兰加入北约或部署进攻武器，因为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日益密切的关系严重威胁到了俄罗斯的自身安全。普京补充道，北约如果在乌克兰部署导弹系统，4到5分钟就能攻击莫斯科，俄罗斯已经被逼得退无可退。普京强调，如果美国和北约拒绝提供战略安全保障并持续东扩，俄罗斯将有多种方式回应。Он может быть самым разным. Это зависит от тех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которые сделают мне наши военные эксперты. Будут бесконечно болтать, бесконечно говорить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вед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 ничего не делать, кроме того, что накачивать соседнюю страну современными системами вооружения и наращивать угрозы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которыми мы должны что-то делать.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在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指出，西方长期欺骗俄罗斯，导致俄罗斯的安全面临威胁，而北约继续在乌克兰等国家的扩张，对俄罗斯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俄罗斯日前成功齐射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佩斯科夫就表示，这一最新型导弹可能会使俄罗斯向西方发出的外交声明更有说服力。据悉，锆石为俄首个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最大射程为1000公里，战斗部重量可达400千克，能够打击海上和地面目标。该导弹预计将于2022年起向俄海军交付。俄军此前曾多次成功试射该型导弹，被认为是俄军在提升俄安全和国防力量方面迈出的坚实一步。近期，对于北约支持乌克兰，俄罗斯则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集结重兵应对。路透社称，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俄罗斯士兵大约在6万至9万，而美国的一份情报文件则显示，这一人数可能是17.5万人。俄罗斯否认所谓入侵乌克兰的说法，强调俄有权在境内调动部队以保卫领土。在重兵布阵同时，俄罗斯不断警告西方不要触碰俄安全底线。美国及其盟友已拒绝做出俄方所要求的承诺，声称北约将向任何有资格的国家开放。不过，美国和北约同意下月与俄罗斯举行安全谈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议在明年1月12日举行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以重点解决乌克兰局势。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成立于2002年，促进了莫斯科与北约国家在重要领域的合作。但在2008年之后，理事会的工作陷于停滞状态。为了给谈判营造缓和气氛，近期俄乌边境局势似乎有了松动迹象。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在乌克兰边境参加了1个月的演习后，有1万多名俄罗斯士兵已经回到了他们的永久基地。英国《每日电讯报》则将俄方这一行为理解成撤军，并称此举让当前地区紧张局势意外地有所缓和。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相比集结于乌克兰边境的重兵，此次撤军人数很少，主要是象征意义。俄罗斯仍可能会加强其军事存在。欢迎回来。台湾所谓的4大公投通通没过，国民党士气低落。最新的民调也显示，朱立伦信任度大跌，而民进党却趁热打铁，强推新竹市和新竹县合并升格，为2022年县市长选举超前部署。这引发国民党强烈反弹，并抛出2026年竹竹苗科技都计划予以反制。此外，台湾立法部门周一起开审新年度防务预算案，但又爆出台军5年前向美国采购防空导弹，至今一套未拿到。有国民党民代提案要求冻结预算，蓝绿尖锐对立一再上演。台媒报道，台湾所谓4大公投结束后出炉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成为绿营2024年参选人最强棒。对比此前民调支持度上升了逾5个百分点至30.6%，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信任度则大跌，支持度仅剩4.5%。据报道，所谓公投期间，赖清德为民进党诉求的4个不同意进行巡讲拉票，也拉抬了自己的支持率。赖清德在苗栗、新竹客家区2次宣讲全程用客语，展现努力学习客语的能力及诚意，让客家人很有感。事实上，新竹和苗栗地区已成为民进党和国民党在2022年县市长选举中的必争之地。为此，民进党不惜强行推动所谓地方制度法修正，力促新竹市和新竹县合并升格，同时又反对把苗栗加进来。民进党的说法是，为了台湾半导体产业链聚落，新竹县市必须要合并升格。但前民进党民代郭正亮在网络节目批评，从科学园区整合来讲，苗栗的竹南距离新竹科技园只有17公里，铜锣有力积电，为什么铜锣跟竹南就可以把它弄在外面？为何不敢整合苗栗？唯一解释就是怕选输。苗栗是台湾各县市财政最糟糕的县市，那你把它晾在外面，岂不是更穷？所以你不管是从科学园区的大整合，或者是从县市资源的分配，两个都说不通嘛。那你为什么不敢整合苗栗？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会落选，怕选输。对啊，当然是这样啊。这个苗栗加进来蓝就大于绿，这个苗栗不加进来绿大于蓝。其实坦白说了，少刚兄啊，那个2个新竹合并啊，民进党也不是稳赢的。分析认为，过去新竹市是民进党弱势选区，2014年林志坚参选也没有十足把握，但林志坚2018年却能够在新竹市连任。这次若新竹县市合并，民进党也应是推派林志坚参选。蔡英文也号召民进党全党力量都来支持竹竹合并，挺林志坚，被批评为是因人设事。这样的迫不及待就正式落实的是因人设事，为了林志坚人而量身定做。对此，林志坚跳出来反驳称，自己没有非选不可，国民党才是选举考量。因人设事这个说法我觉得没有非要我选不可。那国民党已经把新竹县市当作他们的痉挛好像非得是他们赢不可。